99%的人还不知道，现在老花匠都用这种东西做花肥，比买的好用100倍。无论你家里有没有肥料，都将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看懂了这条视频，并且一起操作，那么绿植茂密油绿，开花满头，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因为这是很多大神的经验。接下来就跟花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影片开始前，还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避免错过精彩内容。今天要介绍的内容是过期芝麻的4种使用方法，特别是第3种操作非常简单，手残的人也可以制作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一起来看。1、芝麻肥的功效。1、营养分析。芝麻里面含有许多脂肪和蛋白质，以及丰富的氮、磷、钾等元素。这些元素对植物的生长有着非常好的促进作用，不仅能够促进根系的生长，还能使花卉的枝叶更加茂盛。花有家里养的植物，如果叶子不油绿，也可以用芝麻来养一养。因为芝麻中的维生素 B 和铁元素都对植物的叶子生长有很大的好处，所以如果花友家里的盆栽叶子长得不好，尤其是像君子兰、龟背竹这样的盆栽，叶子灰暗没有光泽，都可以选择用芝麻做的花肥来浇灌，会让叶子很快就变得绿油油。2、缓慢释放营养。由于芝麻里面含有的营养物质为有机成分，如果想要分解成为植物生长所必需的成分，需要一段非常缓慢的时间。因而，缓慢分解并释放养分的芝麻肥也就成为一种有机缓释肥，能够为植株持续提供均衡且全面的营养，使植株的根系更加茁壮，枝叶更加旺盛。此外，芝麻肥长效持久的肥力，也能避免多次给花卉施肥带来的肥力不均、操作繁琐等困扰，简单方便。3、改良土壤结构。富含各种丰富有机质的芝麻肥，还有一个其他有机肥不可比拟的好处，它可以增加土壤的保水性和保肥性，有效改善土壤的质地，同时提高土壤的透气性，为花卉的生长提供一个更加疏松、肥沃的土壤环境。2、芝麻肥的使用方法。1、做底肥。许多花友在给花卉换盆时，都喜欢在花盆底部放入一些肥料，为花卉后期的生长提供持续不断的养分。这时就不妨把肥料换成一些炒熟的芝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芝麻必须炒熟，否则生芝麻容易发生长虫、发芽的现象，反而会破坏土壤。具体做法，把炒熟的芝麻均匀地铺在花盆底部，然后再在上面覆上一层土。这样做能够避免植株根系直接接触到芝麻，发生烧根等一些现象，确保植株能够正常生长。2、根外追肥。如果在换盆时忘记给花盆底部埋入芝麻了，也可以选择后期给其追肥。具体做法，在花盆边缘挖上几个小洞，把炒熟的芝麻放入坑中即可。还有一种做法是把腐熟的芝麻兑水稀释后浇灌到盆土里，但这样容易引发一些小飞虫，如果是室内养花的花友，不建议这样做。3、液体肥。芝麻做成花肥需要经过发酵后使用，制作方法简单容易掌握。找一个塑料瓶子，将芝麻处理一下放入瓶子中，然后在瓶子里面加上充足的水分，之后放到阳光好的阳台上晒着。这样放置几个月的时间，花友们看到瓶子里面的液体和芝麻都变黑了，这个时候就说明芝麻花肥已经发酵好了。这种芝麻肥对于让叶子重新变绿效果非常好。4、改良土壤。其实我们平时所说的肥沃土壤，都是在田园土的基础上加入一些腐熟的有机质后，经过腐熟后所形成的。因而我们也可以把煮熟的芝麻混入土壤中，再加入一些自制的酵素、酵母粉或是 EM 菌粉等，让其充分腐熟后再用来种花。当然，如果身边没有这些也可以不加，只是腐熟的时间要长一些。此外，还有一种3明治法，也是经常被花友们用来腐熟土壤的。可以在泡沫箱或是大点的花盆里放入1层土、1层熟芝麻，再放入1层土、1层熟芝麻，就这样一层层摞起来，然后倒入酵素液或水，让土壤保持湿润状态，再盖上盖子或是塑料袋保湿即可，被称之为3明治腐熟法。如果家里有陈旧芝麻的花友，不妨试试这个方法，让芝麻废物利用，再次发挥光和热吧。另外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妙招，也悄悄告诉你，
如果你的身边有制作芝麻酱或是香油的工厂或是小作坊，可以去问他们要一点芝麻饼废料、香油渣，用来养花，效果要更好哦。这些芝麻饼的肥料可是经过高温腐熟的，不仅没有各种虫害的困扰，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更是超级丰富的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外婆家做芝麻油，妈妈就会要来这些香油渣，将它们和普通的田园土混合后拿来养花，那效果简直太棒了。不仅枝繁叶茂，叶子绿油油的，开出的花朵也更加艳丽多彩。除了芝麻外，剥掉的玉米芯也千万别随意丢掉，拿来养花，土壤疏松，根系强壮，花朵大又多。可能有好多花友会有疑问，要当柴烧的玉米芯为什么还能有这么多作用？其实这就要归咎于玉米芯里的营养物质了。作为玉米附属品之一的玉米芯，同样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其中含糖 54.5%， 粗蛋白质 2.2%， 粗脂肪 0.4%， 粗纤维 29.7%， 矿物质 1.2% 等。这么多的营养物质，不把它们进行二次利用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？那么浑身都是宝的玉米芯该怎么使用呢？一起来看看这期免费的视频吧。垫盆底。除开玉米芯里面的营养成分外，首先，玉米芯是一种疏松透气的物质，它里面的纤维结构有着非常好的排水能力，可以加速水分在里面的流动，防止水分滞留在根系周围，造成烂根的现象。其次就是玉米芯里的营养物质，随着玉米芯的不断腐烂，其中的养分会慢慢被分解出来，渗入到土壤中，成为植物生长中所需要的营养，尤其是其中的氮磷钾等元素，更是对植株的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具体做法，我们可以把晒干后的玉米芯掰成小块，垫在花盆底下，作为垫底使用，再在上面放上适量的土壤，再把需要的花卉放进盆内，正常添土即可。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植株更好的排水，防止根系烂根，尤其是对于大型的树高花盆，效果更为显著。不断腐化的玉米芯还能为植物提供一定的养分，让其生长更加茂盛。以吊兰的生长为例，吊兰花盆盆底放点切碎的玉米芯，小块的玉米芯中间有一些缝隙，多余的水分会从缝隙中流走，减少盆内积水，从而减少烂根和黄叶的出现。做基质。如果手边的玉米芯较多的话，也可以考虑把玉米芯直接用来做养花基质使用。这样做能够更好地利用玉米芯的排水功能，尤其是对于怕积水、烂根的花卉更为好用。当然，这里做基质，玉米芯的体积就要比做垫底层要更小一些，才能更好地帮助植物生长。此外，玉米芯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，就是它有很好的吸水性，能够在水分过多的时候吸收水分储存起来，在干旱的时候再将它们释放出来，为植物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水分，防止植株出现烂根和干旱的情况。具体做法，将晒干后的玉米芯掰成细小的块状，将它们和疏松透气的营养土混合在一起，然后直接用来作为基质养花就行了。这样配置出来的土壤基质不仅有着良好的透气性和保水性，还能为植株提供所需要的养分，帮助植物更好生长。做花肥。玉米芯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能够为植物生长提供丰富的养分。除了做土壤基质外，我们还可以将它们进行发酵，用发酵后的水浇花，做有机花肥。具体做法，将玉米皮、玉米芯这些收集起来，掰成小段后，装到干净的塑料瓶里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后，搅拌均匀后，将其密封起来，让它们自由发酵。大概过2个月左右，玉米芯就能发酵成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发酵后的水不能直接用，需要与适量的清水混合后再进行浇花，比例一般控制在1:10即可。这样制作的有机花肥不仅能让玉米芯里的养分转化为肥料，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微生物还能有助于植物根系的呼吸，促进植物的生长。增加花的湿润度。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上几盆花，因为在房间里养花不仅能够起到休养身心的作用，而且还能让家里充满生机。但很多人都会发现，有些花养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枯萎，那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？只需要使用到玉米芯就可以了。先将玉米芯小火烤焦，
然后埋到土里面，这样就能够使花盆更好的吸收水分，从而增加花的湿润度，让花朵盛开得越来越鲜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粉丝的喜欢和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